Let hold this up。大家好，最新一期 Police Up 来玩 Storm Collectibles 初代真人快打产品线 BOSS 之一 Goro 五郎。拆盒取物：人物本体2颗头雕，6对替换手型，2件招式特效件，以上全部。90年代早期受到风靡全球《街头霸王2》影响，各家游戏开发厂商都争相模仿成功方法论。Midway Games 中途岛公司也不例外。相较于动作天尊卡普空，当时 Midway Games 刚完成资本转型，公司内没有成功的开发资产与人才积累，无法以像素图形去研发一款比肩目标对象的游戏。根据游戏制作人 Ed Boon 回忆，开发之初，整个团队包含他自己一共4个人，开发预算只有100万美元。既然虚拟图像技术不足，开发团队将注意力转移到真人动作捕捉的领域，看看有没有办法将当时最火的动作片招牌姿势或者武打明星融合进游戏。4人团队不脑爆还好，真开启了脑洞，就最终产出了一款融合了西方流行文化、高魔奇幻元素、东方神秘主义、好莱坞影视魔音、极致眩晕暴力表现的大杂烩格斗游戏。由于其在北美市场人气高、影响广、销售狂等因素，直接让家长与政府相关机构陷入恐慌，最终催生出娱乐软件分级委员会的分级制度，也算是凭一己之力改变了行业。MK 开发秘闻与历史介绍，太多大佬在不同平台产出专题，今天还是聚焦体验的人物角色 Goro。 许多翻译会把这位角色名称音译成戈洛，我个人更喜欢 Midway Games 恶搞日本文化中的用意，所以我用五郎译名。作为初代 MK 的副 BOSS， 游戏中大体型、高伤害、强霸体、够残暴的特性，令屏幕前的玩家战栗不已。五郎作为半龙族降堪的战斗王子，在500年前帮助上中击败了伟大空老，一举成为了异界的冠军，稳居宝座。直到初代 MK 战斗中直面刘康。初代 MK 战败后， MK2 中五郎销声匿迹，在 MK3 中只能作为可选角色，毫无剧情。MK4 的家用版中，五郎作为次级 BOSS 登场。MK5 致命联盟中，五郎被怒饮赛博特被刺身亡。MK6 欺骗中，五郎又被少康起死回生。作为条件，少康许诺五郎通过驱逐他们宿敌种族半人马族，从而恢复半龙族降堪往日的荣光。权衡利弊之下，五郎重新回到了少康身边。MK7 少林武僧与 MK8 阿米吉多顿中，五郎依旧作为一名对战 BOSS 登场，并无特别。直到我个人最喜爱的 MK9 系列重启之作，五郎重新演绎了初代 MK 剧情，并且再次败于刘康之手。MKX 中，五郎成为了预购特点，先买先用。而比较令玩家震撼的是，在 MK11 中，五郎的尸体竟然以风化姿态瘫坐在他自己专属场景巢穴的王座之上，何等唏嘘。2次重启的 MK1 中，五郎在剧情中作为将军少康的部下惊鸿一瞥，对战中仅作为支援战士 Cameo 登场。现在 MK1 宣布不再更新 DLC， 看看 MK 系列新游戏怎么说。由于五郎人气之高，早在95年真人大电影中，五郎就跟原作一样以副 BOSS 出战，只是考虑到电影中主角重心从刘康转向乔尼凯奇，所以电影剧情中五郎是被乔尼击败后掉下悬崖。这部电影中，五郎被描绘成品性高傲的战士，与其承受败给人类种族的耻辱，不如作为战士死去。所以故事中五郎自愿放手摔下悬崖，这位降堪族的异星王子也算人物自洽。电影当时五郎的制作采用了好莱坞顶尖道具的特效团队，结合高超的塑形化妆技术与特技演员的专业性，五郎面部从眼神表情到肌肉姿态动作确实栩栩如生。2021年新电影中，五郎不幸沦为工具人，从未服务男主角科尔，好让他穿上一套能够吸收物理攻击能量的专属战服与近战武器棍拐。电影中，科尔使用了非常帅气的招式，不但斩断了五郎右手，还划破了他肚子，割喉之后捅穿了五郎右眼。这套终结技演出为了强推男主角不留余力，只是 IP 粉丝们未必买单。
自己很难想象五郎的战斗力与血条这么贫弱。今年5月上线新电影第2部，我第一个周末就去观影 ，IMAX 影院毫不意外零星10来个人包场。比较惊讶是在撰稿的今天，院线依旧不少排片，看来本片无论票房如何，档期不止1周。第2部电影内容非常有趣，有机会将邀请合适嘉宾来一期播客节目，拥有绝对戏份篇幅的 Kitana 成为主角。但是好在每位戏中人物都完成了角色任务。作为 IP 粉丝，我选择无条件包容，毕竟 IP 生命线最好的延续就是多媒体不断的推陈出新。在下一部游戏正统续作公布之前，全网真人电影话题的出圈就是最好的证明。2018年10月发售的初代真人快打版五郎颇具 Storm 当年玩具的风味，无论是身材比例、肌肉切割，还是软胶手感，乃至道具配件，各方各面都是厂牌早期产品设计理念。以现在的眼光来审视，优缺点都非常明显。但是本款初代游戏的五郎依旧是最近10年之间最好玩的角色商品，在我看来没有之一。本品外观造型直接对比游戏中形象的话，会发现上半身体型被拉长许多，可能由于当年厂牌技术力限制，无法把2对肩膀关节压缩进一套人体胸腔之中。严苛来说，该部分设计做不到还原游戏人设。除此之外，其他环节我觉得一切都好。反过来说，正是因为上半身体型拉长，角色整体的魁梧感倍增。五郎居高临下的俯视感扑面而来，这种体积带来的绝对存在感，哪怕 Storm 所有产品中都是少见的。更胜一筹的只有多年之后发售的战斧死亡蝰蛇树体。上色漆面 Storm 常年领先，从未令我失望过。五郎2颗头雕，一静一怒，双眼光泽与面容情绪都涂装刻画的足以通感温度，背阔肌非常耐看，彰显力量感之余，晃落黑曜石的暗面斑点点缀着皮肤纹理起伏，手镯绑带、腰带太极、底裤指甲等不同质地的色泽发挥十分稳定，无论是金属还是布料都逐一还原，品质过硬，无可挑剔。此外，厂牌在后续还出过一款海外电商平台 BBTS 的血腥涂装限定版本，有条件的朋友可以考虑选购。配件层面虽无惊喜，却足够还原初代游戏中五郎所有招式姿态，早期产品不必奢求。当然，终结技等血腥特效件本品并无附属，倒是后续不少同系列角色商品补足了这块遗憾。
本品唯一让我比较迷惑的是，官图上五郎招式特效键拳头是完全涂装，大货却缩水为半透明绿色。寸量五郎身高，头顶处突破9寸，加上冲天变则超过9寸半，与同系列路径刘康绝对零度身形对比，与西瓦金太郎身形对比。总结而言，五郎这种大只佬劲霸强角色与 Storm 精准匹配，能够发挥出厂牌长板优势，精准的头雕情绪，夸张的身材体积，耐看的漆面着色，丰富的替换手型，构成了近10年唯一一款好看好玩的初代真人快打 BOSS 五郎。掌中动感把玩，或者是静态收藏，但凡不嫌弃 Storm 早期产品因为时代性带来的瑕疵，本品的乐趣都令我狂推荐给五郎的爱好者们。真人快打前3代作品中的大家伙可多了，风格各异，一起来。PODYSUP 是档探索玩具乐趣的体验型节目，今天就聊到这儿，咱下期见。